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万物相生，万物相克，相辅相成，相爱相杀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要么相互扶持，相互成为对方的贵人，要么相爱相杀，相互成为对方的仇人。人们比较偏向的其实是找到贵人，而最讨厌的应该是遇到命中注定的仇人。有些仇人是来找你讨债的，有些仇人是来克你的。遇到克我们的人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曾有一个富商，身价非常的高，之所以能够达到现在这样的成就，靠的也就是他一个人的努力才打拼出来的江山。虽然他不缺钱，但是却有个败家儿子。他儿子从小学习成就就不好，而且还非常的调皮。儿子在学校或者外面闯祸了之后，每次都是他去给儿子擦屁股。刚开始的时候他还能够忍受，但是随着儿子的年龄越来越大，犯的错误也越来越多，他也越来越难以招架。他说，或许我这辈子就是来给我儿子还债的，上辈子欠他太多。克你的人无法预料什么时候会到来，有的人出现了就会让自己陷入困境，甚至是人财两空，让自己无路可退。如果有一天你的相克之人出现了，最好是这么处理，才能让你安然度过劫难。一、脱自觉，相克之物不是你赢就是他输。如果遇到一些事情你没有能力去解决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到最后，赢的人就是你。魏武帝曹操不仅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还铲除异己，同时提拔人才。没想到司马家被曹操盯上了，司马懿也成为了倒霉蛋。年轻的司马懿其实特别害怕，就选择隐藏起来。没办法，曹操的势力太大了，司马懿只能乖乖去到曹操的身边。人就是因为经历的多了，所以才越活越镇定。司马懿到了中年，发现曹操和曹丕对他愈发怀疑，于是乎他采取了一个办法，隐忍待发，拖到最后。没想到这一拖就把曹氏三祖熬死了，诸葛亮也去世了。如此，司马懿便成为了当时最厉害的人。比他强的人都死了，那他就无敌了。结果便是吞灭了三国。所以说，遇到克你的人不要怕，而是要拖。你有时间跟他拖，那就拖下去，也许在某一天他就败给你了。二、脸皮厚，很多人都认为脸皮厚不好，觉得脸皮太厚就是小人。其实脸皮厚不厚跟小人无关，而跟人之内心有关。你的心是玻璃心，别人说一句话就受不了，那你就很难应对克星。唯有改变玻璃心，让心变得淡定起来，不慌不乱，不急不躁，才能保持理性，淡定御敌。真正的脸皮厚，就是别人说什么我们都不在乎，甚至别人要骂我们，口出粗鄙之言，我们也不要在意。如此，克我们的人才毫无办法。别人克我们也就3点：心理战、激将法以及实力碾压。前2点只要人脸皮厚，自然就能化解，根本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。脸皮厚的人就跟参天大树一般，无论对方做什么，我自巍然不动，你也奈何不了我。3、以柔克刚，借力打力。只要在江湖中打拼，就需要有不倒翁的智慧和本事。何谓不倒翁的智慧呢？你打他一下，他就晃动起来，把你的力给化掉。同时，他也会借力打力，晃到你的身前，以此来攻击你。可以总结为这么2点。首先，以柔克刚。太刚强的人其实有一个弱点，那就是怕柔。只要别人化解掉他的力量，那他的刚强就等于莽撞，毫无作用。其次，借力打力。化解力量的同时，也该借力，从而适当进攻克你的人。这种进攻不是为了战胜对方，
而是为了让对方产生畏惧的心理。所有的以柔克刚或者借力打力，与其说是物理战，不如说是心理战。你在心理上战胜别人了，别人再怎么厉害，也不敢轻易动你。适当柔弱并不可耻，保全自身才是真相。4. 惹不起，躲得起。有一些克我们的人，是我们所无法战胜的，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呢？只能说，惹不起，躲得起。明朝帝师刘伯温在帮助朱元璋统一天下之后，便受到朱元璋的冷落。就连马皇后也告知刘伯温，朱元璋已经动了杀心，你要看着办了。刘伯温看到自己不被朱元璋重用，还面临着被杀的风险，所以他跟朱元璋说自己已经老了，被疾病缠身，希望回家颐养天年。如此，他就逃掉了。后来，在家养老的刘伯温多管闲事，就给朱元璋写信，说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，需要朝廷派人来解决。对此，朱元璋龙颜大怒。刘伯温才发现自己惹祸了。其实人就是这个样子，还未逃掉的时候就希望逃掉，等逃掉了又多管闲事，自惹灾祸。如此，他们不被克，又有谁被克呢？惹不起，那就躲得远远的，少管闲事，如此才有保身的生机。那既然我们知道了该怎么面对克我们的人，但是我们又该怎么知道克我们的人什么时候出现呢？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看： 1. 疾病不断，身体健康是人拼搏的根本，只有一个好的身体，才能有能量开展工作。如果一个人被他人相克的话，与他们生活在一起，会感觉到身心烦躁，而且他们还有可能饱受疾病的纠缠。所以，当男人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产生心绪烦躁，或者发生突发性疾病的时候，就要考虑是否是受到了相克。2. 事业不顺，对于男人来说，一生中最渴望的莫过于拥有一个成功的事业。所以，当男人被克的时候，受损最严重的就是事业运势。特别是做生意的男生，如果被克的话，他们很有可能受到员工的背叛或者同事的背叛，事业受到极其严重的影响，很有可能导致破产危机。从政的男性在受到相克时，会遭到同事的质疑，从而逐渐离心，工作难以开展，从而官运受阻。3. 夫妻不睦，当男人被克事业运势下滑时，通常会选择醉酒消愁。所以，当男人回到家时，免不了和妻子发生争吵，争吵逐渐变多，就会导致夫妻不睦，最终发展为离婚。其实，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现，很多婚姻不顺利、夫妻关系不和谐，都是由于两个人命格相克所导致的。当然，解决的方法除了上面所讲的方法以外，还有一些佛学的方法。如果遇到克你的人，佛家讲究这样化解： 1. 去寺庙道观里布施，也可以通过多做善事等方法化解。去寺庙祈福是人们常采用的方法，许多人遇到不顺的事情都会去寺庙祈福。 2. 远离是非，可在家中的西北方悬挂葫芦，在主次卧各挂一串五过光的五帝钱，确保家宅顺利，家人平安。 3. 可咨询师傅，再往自己的方位放绿色植物或中国结、灯笼等。 4. 奉请佩戴守护自己的生肖守护佛，亦或者开过光貔貅安置于家中。诗经有言：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一个人就该时刻保持警惕之心，走每一步都像是走在冰面上一般，不仅要有最坏的打算，还要居安思危，方能于危险中找到生机。无论遭遇什么事，无论碰到什么人，以低姿态、隐忍蓄力的方式来解决，那我们将如同大江大海一般，立于不败之地。一切仅此而已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